下嘛。就是喽。你还说你为什么不一脚把他踢到医院去呢？我也想啊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我们下手太轻了。他这样子欺负柔柔，应该打断他一只手啊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哦，刚才我们看到殷天成，他欺负柔柔啊。姐啊，如果你在就好了，可以狠狠的打他一顿。这小王八蛋，那真的是太过分了！你们刚才真的当众打他？哼，他怎么吞得下这口气呢？不知道接下来又会做出怎么样的报复行动。怕什么？最多我们把他抓起来啊！抓起来？你去找证据啊！你找证据把他抓起来啊！为什么还让他这样子欺负柔柔呢？哎呀，他这种人肯定会有报应的了。本丽，听说你刚从苏梅岛回来，怎样？好不好玩？当然好玩了，还在那裸泳呢。哇，真的假的？你去裸泳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我骗你们干什么啊？我上次去法国的时候也试过裸泳哦。真的啊 ？So fun！ 啊，我从来没试过裸泳哎。那想不想试试看？现在？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很适合裸泳哦。新加坡这么小。不是容易被人家发现吗？我知道他说的那个地方，真的很隐秘的，不会被人发现的哦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。不太好吧？我看你一定是不敢。谁说我不敢啊？去就去啊！那就走吧。走啊。这里是不是很近？对啊，都说了这里没人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就脱啦。这里脱。反正终于没有人，怕什么？可是不太好吧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两个先脱，然后你才脱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走了，那你现在在哪里？那待会我们要去哪儿啊？
二姐，二姐啊，这里的花开得多美啊！怎么以前我都没有发现这里有这么美的花？那是因为以前你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其实这些花一直都在这里的，是你没有注意到。二姐，其实这段日子以来，我一直想要快点开解自己，忘掉过去，找回原来的我。可是我每一次都会被过去的噩梦给击倒了。你还记得上一次你在追采花贼的时候，我不是叫你不要追他吗？就算你抓住他了，也没有办法把采下来的花接回去。这就证明事情发生过，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当作没有发生过的。现在那个人终于得到报应了，就算我心里有再大的怨恨，我也没有办法再找到报复和发泄的对象。你看，这里的一花一木啊，好像让我感觉得到，他们也在为我加油啊。柔柔啊，我们一家人一定会支持你，给你打气的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你自己要加油。我自己一定会好好加油的。二姐，那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喂，等我啊！哎，你找曾小姐啊？是啊。啊，她刚走不久，我在楼下去见她。哦，谢谢。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？啊？当然可以啦。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啊？鸡王呢？阿明哥不舒服，先回家休息了。不舒服？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真的，他肚子真的痛得很厉害。好了好了，相信你就是了。喂，你要收拾好了没有啊？就快好了。那待会儿呢，你陪我去喝下午茶，然后我们去 shopping。不行了，我答应了阿明哥要回家煮饭的。收到了之后还要你回家煮饭给他吃，他到底是娶了一个老婆，还是娶了一个菲律宾佣人呢？哈。其实我比菲律宾佣人好了，起码我是鸡饭摊的老板娘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今天一定要带你出去逛，整天只顾着帮他做生意，连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真是太过分啦。可是我真的要回家煮饭。好啦，那你陪我喝完下午茶，才回去煮饭给他吃，行不行？那就可以，可是不能太久。知道了，精明鸡饭老板娘。三姐，你看，那么多吃得完吗？这里东西那么贵，吃越多越划算。慢慢吃啊，那边还有很多的。就是因为那么多，才可以吃多几轮呢。50万。哇，送给我的，谢谢。
看看，看什么？啊，谢谢，对我真好。哎呀，你乖，我什么都买给你了。哇，这个女孩子好幸福，有一个那么疼她的爸爸，还送那么漂亮的项链。爸爸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爸爸会把手放在女儿大腿上吗？对哦，这个女孩子怎么找一个可以做她爸爸的男人当男朋友？哎呀，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钱有地位，够大方，年龄呢绝对不是问题。不是问题吗？当然不是问题啦。你知道那条项链要多少钱吗？那个男人居然眉头也没有皱一下，就送给了那个女人。这种男人啊，真是够大方。哎呀，男朋友对女朋友大方是应该的嘛。问题是啊，我看他当不了他女朋友多久了啦。你怎么知道？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吃点东西啦。啊。就是同人不同命啊。蛋糕不好吃啊？好吃，不过我更喜欢那条项链。有些人啊，不用工作也可以过得很舒服；有些人呢，却要做到半死，还要饿肚子。所以你呢，根本就不用做的那么辛苦的，只要用一些非常手段呢，就有可能过得更好的生活。哦，你是说我应该改进卖鸡饭的手法哈？真是受不了你呀！啊，赶快吃吧，吃饱了不要去逛街。4点半呢。喂，这件好看吗？好看啊！我去试啊。啊，你也随便挑一件来试嘛。哇，这一块小布也那么贵啊！要卖1825盘鸡饭才有钱买啊！那么贵，放回去。小姐要不要试试看呢？不用了那你请慢慢看吧。啊。三姐，好看吗？很好看。三姐，我要回了。哎呀，你难得出来陪我逛街，就陪我多一会儿嘛，反正时间还早啊。咦，这件衣服挺好看的，不如你去试一试。啊，不适合我了，不用试了。你不试怎么知道穿起来好不好看啊？如果好看的话，三姐送给你喽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有很多衣服了。你还敢说你有很多衣服啊？你看你穿来穿去就这几件衣服，好心你啦，大热天还穿长袖衣，你不热啊，我看了都热。不会很热啦。要你试一件衣服，好像要你的命哦。小姐，你去试试看吧。你的皮肤这么白，穿上这件衣服一定很好看的。听到了没有？这位小姐也说你穿起来一定很好看的。来，去试去试。小姐，你这件衣服也很美，我再拿多一件给你试。好啊。晶晶，你好了没有？很好看啊。遮什么遮啊？手放下来。不要啦。哎呀，放下来啦。
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撞伤的。撞伤？这些淤青看起来就知道是被人家捏的，怎么可能是撞伤的？真的撞伤了，怎么会有人捏我呢？是谁这么做？说。没有人。快说啊！我不适合穿这种衣服，我换下来。舍得回来了。我在跟你说话，为什么你不回答我？我知道了，有人认为呢，自己是在家里负责赚钱的人，所以呢，连老公也可以不理，也不用回家煮饭给老公吃了。不是，是三姐说难得有时间抽空陪我逛街，所以要我陪她陪久一点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不要太接近三姐吗？她坐过牢会教坏你的。三姐对我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你三姐了。总之呢，我以后不准你再接近你三姐。哦。还不快去煮饭？我先去收东西。你买那么多化妆品干什么？这个不是化妆品，这是保养品。三姐说，女人要好好保养，要不然会很容易老的。你都结婚了，还保养什么？可是三姐说，女人有责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你跟你三姐说你是卖鸡饭的，打扮那么漂亮干嘛？想勾引小白脸啊？没有。你还去买没有袖子的衣服？你是不是想让你那些人知道我念你的事情啊？我没有跟他们说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你有胆你就说，你看我怎么对付你！真的不会说，我去煮饭。你今天和四姐逛街，应该买很多东西吧？还好啦，不是买很多。怎么啦？心情不好？我真的很生气啊！鸡王虐待晶晶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今天刚刚逛街的时候，发现她2只手臂上都是淤青。晶晶嫁给鸡王已经很委屈了，还被他虐待。我真的想上门好好的揍鸡王一顿呢。晶晶告诉你阿明虐待他咩？他才不会承认呢。他说是不小心撞伤的。可是那些淤青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撞伤，反而像被人家捏的。我看阿明哥不像是这种人啊，他行动不方便，怎么会欺负四姐呢？有时候撞伤是难免的嘛。阿明好不容易才娶到晶晶啊，疼他都来不及啊，还会撞伤他。是，可能他以前不是那种人，可是他的脚变成这样子，怎么说也不是个健全的人啊。说不定他心里有点不平衡，拿晶晶来出气哦。燕燕呐，你就算不喜欢阿明，也不要这样说人家嘛。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，人家会说我们墨家的人看不起阿明身体有缺陷啊。是啊，这种话不能乱说的。哦，你们意思是说我办那种事非有乱说话？为什么我说的话你们就是不相信啊？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这件事要先问清楚。对吗？你一定要先问清楚才能够说的。是我乱说话，我说的话不能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坐过牢啊！坐牢的人不是好人。其实不用再说了。
三姐，你刚才都没吃，我准备了一碗面，趁热吃吧，不要生气了。你叫我怎么不生气啊？我的家人居然怀疑我说了话，是不是因为我坐过牢，说的话都不能相信的？大姐跟二姐都不是这个意思。难道坐过牢就要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呀？他们没有看不起你啊，还说没有？他们说的话是对的，我说的话就不对。我们没有说你说的话不对，只是觉得阿明哥那么爱四姐，他应该不会对四姐这样做的。我也希望晶晶是不小心跌伤的，而不是阿明捏的，要不然啊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可别让我说中哦。早，早。今天精神看起来不错哦。姐啊，她这套衣服呢是我帮她选的，适合她吧？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要加油哦。我们会支持你的。你们那么早起，就是为了替我打气啊？不只是这样啊，我们还特地为你准备了最喜欢吃的早餐，来坐下来吃吧。哎，早餐吃得好，精神特别好，工作就会顺顺利利。大姐啊，我……你什么都不要说，最重要就是把米粉吃完。还有啊，我帮你准备了点心，下午可以吃，记得带去哦。什么都不要说，来吃吧。小姐，这是我们的兰花，我们花了3、4年的时间才可以出来，我们到那边看看了。莫小姐，这是我们培植无计划的实验室。莫小姐，其实你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培植新品种的无机花。这些资料你拿去看看。有什么地方不明白，随时可来问我，或者其他的同事也可以。我会的。我们欢迎你的加入，希望你工作开心。谢谢。不要动。对不起啊，我是新来的员工，我叫莫柔。要回来。姑婆再见。啊，再见。
怎么样啊？天天上班，还顺利吧？很顺利啊，老板对我很好，同事也对我很好，只是什么？总之我很喜欢在那里工作，我很开心。那就好。大姐啊，这盆花送给你。这么突然间送花给我？我觉得这盆花很特别啊，所以我就特地买下来送给你。好啊。那我应该放在哪里好呢？把它放在我房间里。不可以！哎呦，这么不可以？柔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知道是你送给你大姐的，不过我已经跟你大姐算过了，仙人掌开的花对她很不利，尤其是放在房间里。你神经病的啦你！哎，小婉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哎，我才不相信！哎呀，小婉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小婉，这盆花你要摆在哪里都可以，就是不可以摆在房里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我喜欢啊！哎呀，对你风水很不好的嘞。小婉，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啊？你为什么这样好管闲事啊你？那小婉，就算你生我的气，为了你好，我也不会让你摆在这里的。喂，你不要拿我的东西还给我！哎呀，我不会给你的。还给！真是对你不好嘞！你给我了！都是你这盆花，都是你这盆花，都是你！走开了，不要动了！没有画面了啊！哎呀，坏了啦！小婉，我的电脑啊！哎呀！小婉，大姐，什么事啊？都是他！柔柔，快帮帮我，我的电脑坏了，你看看可不可以修好？啊，修电脑？我不会修电脑，我只是修花草树木。你帮我看一看啊，我很多资料在里面的。哎呀，小婉，你不要急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还说都是你了？我都说那盆花不可以放那个位置了，你不信？你看是不是出事了？现在，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大姐，一人少说一句啦。真是气死我！你不要过来啊！诺文哥，你大医生来了就好了，快来帮我看看我的电脑。医生只会看病，哪里会看电脑？你可不可以静静啊？你冷静一点，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啊？都是他哦！刚才明明好好的，他弄坏我的电脑啊！你看看可不可以打开？电池中出。有电池，我刚才已经检查过，就没有问题。很多资料在里面的。人家有说错吗？做医生不一定会修电脑吗？就算我说错了，也不需要这样大声的在他面前喊我，这样让人家很没有面子的吗？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小婉对他总是这么温柔，对我就呼呼喝喝。熊哥，你不要哭啦。我没有哭，我只不过是切洋葱而已。我还以为刚才大姐对你大声说话，让你哭了。不管你大姐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哭的。我对你大姐的爱情是很坚定的。你千万不要生大姐的气啊！她不是有意对你大声说话的，她是因为电脑坏了，心情不好才对你发脾气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不会气你大姐的，我是不会气我自己。为什么不会修电脑而已吗？怎么样，你大姐她的气消了没有？她跟方医生去买电脑了。买电脑？买什么电脑？熊哥，诺文哥说大姐电脑没得救，他们就一起去买新的电脑了。他不会修就说不会修啦，还骗你大姐去买电脑，不行，我不能够输给他的。那，柔柔，我今天不下厨了，我也要去买电脑哈。喂，熊哥，熊。那
那明天准时送来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喂，玲玲，哎，姐，诺文哥怎么会来的？我们来买电脑的啦。哦，诺文哥，你要买电脑啊？不是啦，是我。你不是有 laptop 了咯？坏了喽。怎么会坏的？哎，说了我都气呀。电脑部门呢？在那边，我叫电脑部门同事帮你介绍。来，过来。林森，哎，这是我大姐，这是方医生。我大姐要买一个 laptop， 你帮我介绍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忙你的，我们自己看行了。好啊，那你们慢慢看。哪个是最新款式的？啊，这台，这是店里最新款式的。这台啊？对。哦。来试试看。好。啊，基本上呢。来。只不过是陪你去买电脑，就有免费的一餐吃。那我以后要常常陪你去买东西了。这大医生这么忙啊，怎么会有时间呢？等你比较有空的时候再说喽。事在人为，时间表是可以自己安排的。我的黑芝麻蛮好吃的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嗯，我的花生也不错，你也试试看吧。这条美食街的感觉蛮不错的哦，好像回到了50、60年代一样。对呀，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蹲在街上或者坐在小凳子上吃，不过那个时候的设备没有现在的好。不过我还是喜欢以前的感觉，比较亲切嘛。我真的很怀念以前那段日子，那段和你。你的汤圆冷了，吃吧。哦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熊哥，你还没走啊？我在等你大姐。大姐还没回吗？还没有。她刚才跟诺文哥去买了电脑就走啦。啊？我啊，第一次看到大姐这个样子。什么样子？小女人的样子咯。买电脑的时候呢，她一直问诺文哥的意见，诺文哥又很有耐心的去解释给她听，给她意见。我不知道大姐是不是这样想啊？我是自己猜的，你不要乱想啊。我哪有资格乱想？熊哥啊，其实你还是很有机会的，我们会支持你的，你要加油喽。谢谢你，玲玲。对哦，只要你大姐一天不结婚，我就有希望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哎，小婉，你回来了就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弄坏了你的电脑。你看，我去买这台最新款的电脑给你。我已经买了。那我这台怎么办？你就留着自己用哦。啊，小婉，对不起，我忙了。玲玲，我先走了啊。进来。姐，你看，喜欢这个电脑吗？当然喜欢了，不然买来做么？你是真的喜欢这个电脑，还是喜欢陪你去买电脑的那个人啊？你胡说什么啊你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啊？刚才我看到你买电脑的时候，一直问诺文哥的意见。你是不是还很喜欢诺文哥啊？
嗨，是就承认啦。柔柔刚才跟我说，电脑坏的时候你乱成一团，一直等到诺文哥来了，你才安定下来。姐啊，你已经照顾我们很多年了，应该找一个肩膀来依靠。你整天只会说我，那你自己呢？啊，你不也是有个肩膀在等你吗？为什么不跟人家表示清楚啊？我跟你不一样啊，你现在有2个肩膀让你选啊，你会选谁？选谁？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啊？熊哥啊，到处跟人家说你要嫁给他。他神经病了，你还相信他？他是很认真的啊，你一天不跟他说清楚，他还是会那么说的。你要怎么跟他说？他早就应该明白的嘛。就算他明白，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。姐，你再拖泥带水的话，受伤害的人不只是熊哥，还有诺文哥，还有你。哎，怎么那么迟了你还来？你们2个可以陪我聊聊天吗？开玩笑，3个大人有什么好聊？哎，对，阿豪啊，待会我要早点走了。你姐姐去联络所学交际网，我要去带她回来嘞。还有啊，我们过后要去夜校啊，留下你一个人看店嘞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你们2个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有啦，有啦。那要不要陪我喝2杯，谈谈心事 ？OK 咯。唉，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的小婉要这样对我？杨雄，女人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你越是疼她的话，她越是不理睬你呢。所以我说啊，男人有时要调高你的身价。我还以为女人都喜欢我们男人疼她跟照顾她们。阿乐妈，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啊？女人心是海底针来的，每一个女人啊都不一样啊。那我特地为她买的这台电脑该怎么办？你买了台电脑？对呀，你看还是最新颖的，要3000多块。借我看。哇，3000多块一台电脑，哇，价值不菲了。哎，新款式的哦。哎，不错嘞，上等货嘞。哎，我要是能有这台多好嘞！你喜欢不是拿去咯？不，真的吗？那谢谢你了。哎，不可以给你。这个电脑代表我对他的爱，我一定要耐心等他接受这台电脑。还有我，神经病！说得好，说得妙，我苏豪支持你。谢谢，干杯！我们2个可以说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呢。对呀，你喜欢妹妹，妹妹又拒绝你；我喜欢姐姐，情况又不太妙。不过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要坚持到底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，一直到改革成功。对，为我们的爱情革命干杯！哎，2个恋爱中的疯子，关你屁事啊！干杯！菜头叔、豆芽嫂都是这样跟我说的。真的吗？每个人都这样说，我想是真的吧。大姐，哎，晶晶，你来啊！今天做梦那么空闲啊？姐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尽量把伤害减到最低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？什么？虽然你不是很喜欢杨大哥，可是也不应该这样对他。是啊，若文哥虽然人很好，可是熊哥人也不坏，他这么照顾我们一家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害他？其实我觉得大姐这么做并没有错啊。那诺文哥怎么说呢？也比较有男人气概。让我选，我当然选诺文哥喽。总而言之啊，你这样伤害熊哥就是不对。我也觉得不对。三姐，你这样说好像太无情了一点。哎呀，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冷血无情，才能出人头地。等一下，
你们一个两个跟我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全荷兰村的人都知道了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今天早上我去巴沙，每个人都在提起你、诺文哥和杨大哥之间的事。他们还说是你利用了熊哥来照顾我们，自己跑去韩国的。然后你和若文哥就情妇了，一脚踢开熊哥。虽然我的样子不算出色，但会做好自己角色。拼命也要追求美好前途，世界上没什么不可能。想做就做，不要错过，回答永远不能解决问题。希望就做，不再多说。虽然我毫不起眼，也可能光芒四射。抓住了自己的未来，朝你的方向飞吧，不怕失态，快乐会跟着我们忘记世界。